中国要在雅鲁藏布江上建造一座大坝，为何有印度方面反应过激？印度人在担心什么？据媒体报道，为了提升西南人民的生活水平，近日我国宣布将在雅鲁藏布江上建一座超级大坝。据获悉，雅鲁藏布江大坝的规模相当于3个三峡大坝，将会成为新的世界之最。尽管雅鲁藏布江大坝规模宏大，且西南高原地势复杂，但对于基建狂魔来说，没人会去担心技术问题，我们只需要去猜测能提前几年建好。对于雅鲁藏布江大坝的建造，说实话，在国内并没有引起过热的讨论。毕竟多年来，我们早就习惯看到一座座超级工程的建起。不过，这则消息却在印度炸开，有印度媒体甚至直言，中国在用液体炸弹威胁印度。这中国建造大坝，怎么就把印度人给逼疯了？从两国的地理位置来看，其实不难理解。中国与印度都毗邻喜马拉雅山脉，而高原的河流也是两国不少大型河流的源头。中国在高原建大坝，相当于在印度的上游建大坝。那么，印度人担心雅鲁藏布江大坝将会怎样影响印度呢？有人说，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建造大坝，能让印度的肾河、恒河泛滥或者干涸。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雅鲁藏布江与恒河的确属于同一水系，但是雅鲁藏布江却并非恒河的支流。尽管两条河流会在孟加拉汇合，并最终一同流入孟加拉湾，不过这对印度的恒河也没有很大的影响。而雅鲁藏布江真正影响的，实际上是印度的另一条河流，名叫布拉马普特拉河。其实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同一条河，只是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叫法，而雅鲁藏布江又是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按水量来算，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印度第2大河流，仅次于恒河。同时，布拉马普特拉河与恒河、印度河并称为印度3大河，其地位同样重要。而布拉马普特拉河也是印度东北部重要的水资源来源，而印度东北部是印度重要的水稻产地，一旦该地区水资源受到影响，印度将担心这会直接影响13亿印度人民吃饭问题。实际上，国际上也将中国建造雅鲁藏布江大坝与埃塞俄比亚建造复兴大坝相联系，后者因大坝会影响尼罗河的水量而遭到下游的埃及强烈反对。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两国甚至已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不过，中国建造大坝的情况还是不同的，因为埃塞俄比亚军实力弱于埃及，导致复兴大坝建造进程一拖再拖。而对比中印的实力的话，我们可不会有这样的顾忌。毕竟雅鲁藏布江在我国境内，我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也不会让他国干涉我们。印度释放危险信号，将超级巡航导弹部署在前线地区，我们该如何应对？又该使用哪款武器用来破局？近日，印度方面为了提振士气，做出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举动。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于近日再一次的试射了被他们寄予厚望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据了解，这次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从安达曼尼科巴岛上发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发射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是增程版本。该导弹的射程从此前的298公里被增加到了400多公里。还有消息称，印度方面将会于近日使用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进行数次实弹射击，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印度军队的作战能力，确保印度军队能够更加熟练地运用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不仅如此，印度还向外界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目前，印度方面已经把这款他们眼中的超级巡航导弹部署至拉达各地区，为了应对在该范围内的任何意外事件。由此可见，印度方面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面对该地区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所以我们值得警惕。但是，如果说双方真的展开了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话，那么我国该如何应对呢？又该使用哪种武器来破局呢？显然，既然印度使用导弹作为威慑，我们完全也可以使用导弹作为反击。面对印度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我们不妨可以使用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关键武器来予以回击。这款导弹是我国射战一体、核常兼备的一款导弹，可以说是我国中远程打击武器的核心力量。不仅如此，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还具备打击海上大型移动目标的能力。即使印度方面想联合其他国家从印度洋上对我国进行打击，我们也不用害怕，这款导弹足以完成击退敌军的任务。所以说，面对印度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我们根本不用太过于担心，毕竟我们有实力与其产生对抗。通过上次的摩擦事件，我们也能看出，
印度士兵的战斗力在我们之下。最为重要的是，即使印度将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部署在敏感地区，他们也不敢轻易使用。如果他们一旦动用这款武器的话，那么我国肯定会坚决予以回击。届时，印度可能会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打击。等到那个时候，印度方面想求饶的话，也为时已晚。所以说，印度方面还是要谨慎一些，否则我们会让他们再次感受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痛。作为国际空间站主要发起人之一的俄罗斯，突然宣布退出国际空间站计划，或是被 SpaceX 击垮，还是因为中国？俄媒道出原委，俄罗斯于近日做出了一件令人十分疑惑的决定。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作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部分运营商的俄罗斯火箭与航天公司 Energia 于日前建议放弃进一步参与国际空间站计划。由于俄罗斯是建造国际空间站主要发起国之一，所以俄罗斯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网友对此也开始议论纷纷。有不少人认为，俄罗斯这是被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所击垮了，这是为什么呢？目前，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航天领域中势头正猛。此前，美国的航天飞机计划被终止后，他们想将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就必须得求助于俄罗斯的联盟号宇宙飞船。然而，自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研发出龙飞船之后，美国将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由于此前美国借助俄罗斯的联盟号宇宙飞船的时候，必须要向俄罗斯支付高昂的座位费，因此俄罗斯方面可以借此争取一笔费用来支持他们的航天工作。然而，现在美国可以依靠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并且有了龙飞船之后，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不再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俄罗斯再也无法挣到这笔座位费。再加上国际空间站寿命将至，俄罗斯不想再继续向国际空间站投入更多的资金了，所以俄罗斯方面只好被迫把这一市场让给美国。所以说，这些网友认为俄罗斯这是被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所击垮了。然而，有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显然俄罗斯肯定不会这么做。虽然说美国有了龙飞船，但是俄罗斯的联盟号资历更老，近年来都没有出现什么事故，这一点足以证明联盟号安全可靠。俄罗斯退出国际空间站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中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近日，中国成功发射了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它将会给人类带来月球样本，并且中国的火星探测计划也在按照计划进行，这些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了航天强国。不仅如此，中国也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所以说，俄罗斯此举很有可能是准备与中国合作，共同打造国际空间站。然而，这些只是网友的猜测。就在网友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的时候，俄罗斯媒体却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俄罗斯媒体称，由于各种原因，到了2025年之后，国际空间站上的很多零部件都要退役。届时，俄罗斯在这个地方每年将会支出10到15亿卢比，这对于俄罗斯来说代价太高了，因此俄罗斯才会做出这一决定，并且俄罗斯方面想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站。不得不说，俄罗斯真是深谋远虑。近日，一段美军机侦察机拍摄俄潜艇，却被潜艇兵用国际手势问候的视频疯传，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近日，美国战略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段美军侦察机在执行任务时拍摄场景的视频。然而，在其中有一段被网友发现十分有趣，并且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美军一艘 P-8反潜侦察机在地中海追踪到一艘浮出水面的俄罗斯的柴电潜艇，并很快追赶上去。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俄潜艇并没有潜下水隐藏自己，反而在发现美侦察机后，部分潜艇水兵爬出舱，在美侦察机靠近时，纷纷对准美军机的镜头，用中指做起了国际手势，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至于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想必也是不言而喻了。据获悉，这艘俄潜艇很可能是一艘隶属于黑海舰队的阿尔罗萨级柴电潜艇。当时这艘潜艇正开往波罗的海的克朗施塔特港口进行定期维修，因此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所以说，在发现美军侦察机接近后，俄潜艇不仅不回避，反而用国际手势来问候美国人。目前，美俄官方都未对此事正式回应。不过，俄罗斯网友倒是纷纷说起了反话，他们表示这是针对美国人的一种礼貌手势。也有俄网友称这是美国人应该受到的问候。从俄罗斯网友各种欢快的评论中，基本上也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对美国的一种态度。这个事件虽然只是美俄官方都选择忽略的一个小插曲，但从中可以看出美俄矛盾加剧的一个情况。
就在不久前，一艘美军的驱逐舰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行驶到彼得大帝湾，并且闯入俄领海2公里处，俄海军立马出动驱逐舰来驱赶美军舰，俄军舰甚至以撞舰作为威胁，逼退了美国驱逐舰。然而事后，俄国防部谴责美军的越界行为时，美军竟表示那个地方不属于俄罗斯领海，俄罗斯有意破坏美国的自由航行。此事发生后，外界甚至都在讨论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这也与美国近段时间采取越来越过激的军事行动有关。随着美国内部矛盾的撕裂，不少专家也预测到美军想凭借一场战争来转移矛盾，而俄罗斯自然也是被重点照顾对象。此外，美式双标也让外界对美军的反感加重。就像此次美军机与俄潜艇遭遇一事，俄潜艇在地中海公开正常行驶，美军反潜机却有意接近，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挑衅吗？俄军机驱赶闯入领海的美军舰是在妨碍航行自由，那么美军机的行为又该怎么算呢？因此，俄水兵对如此双标的美国人做出国际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